唐小雪，我就是去了趟南京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我把公司卖了，连这房子都转租出去了，我什么都没留下，就剩下这块牌子。 2、3下。那个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看看谁啊？不好意思啊。那什么，我回个电话啊。哎，我是宋建国，哪位找我？我，吴婷婷。哦，楼花啊。油腔滑调的。你看你找我找的真不是时候，哥们儿正拍婚纱照呢。怪不得这2天见不到你人影呢，忙着结婚呢。你的新娘子，不会就是你那位表妹吧？哎呀，吴总的眼睛真够毒的。 行，那你先忙吧。别，我这一会儿就完事儿了。下午1点，蓝湾咖啡厅见。好，下午见。哎，吓我一跳！你这没做亏心事儿，你怕什么？我就是想知道谁有这么大魅力，让你把新娘撂在一边，跑出来回电话。还能有谁呀？吴婷婷，他约我下午喝咖啡。不管谁约你，咱也得把这照给拍完。那必须的，坐着。哎，啊，你真想上他的船呀？谁想上他的床？别臭不要脸了！我跟你说正经的呢，我可告诉你，他要干的事儿是会被别人戳着脊梁骨骂祖宗的。你可想好了，上船容易下船难。就算被人戳着脊梁骨骂祖宗，那这事儿总得有人干吧？再说了，人事先说得很清楚，这本来就是刨祖坟的事儿，你愿意干就干，不愿意干就拉倒。这骨头要真那么好啃，他会给你吗？你别忘了，当初你落难的时候，他在哪儿？我宋建国就喜欢硬骨头，把这骨头啃完，吃肉的就是咱了。别到时候肉没吃上，反而惹了一身骚。程洁啊，阿姨，找小雨啊，在屋呢，来，快进来，进来。哎，阿姨，还有个人想见你。阿姨，你好。出来了。啊，我想给唐叔叔上炷香。不必了。出来了就好好做人。请回吧。哎，阿姨。哎呀，阿姨，长青哥没有别的意思，他就是想给唐叔叔上炷香，上完了香他就走。我保证。
小雨，人在这儿呢。小雨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不见长青哥？你不去接他出狱也就算了，现在他人都到家里了，你为什么不出去见一面呢？我真是没想到你现在会变得这么冷漠，冷漠的像个陌生人一样，我都不认识你了。你能告诉我你怎么想的吗？尚万香，你马上带他走。阿姨，我想告辞了。宋长青，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老唐，以后就别再来了，离我们家小雨远点儿。我实话告诉你，裘正宇一直在追求小雨，论条件，他样样比你强。我们小雨的名声被你搞得这么臭，难得人家不计较，家里人也不反对，这样一份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姻缘，要是被你搅黄了，我周丽萍绝不会放过你。哎呀，对不住啊，来晚了。都怪那摄影师手脚太慢，测个光都得半天，一看就是一业务不详的新手。守时是一个人起码的美德。对，香港人很守时的。哦，这要是在香港，我肯定不等。有些人啊，还是值得等一等的。服务员，把你们这儿最好的茶给我来一杯。不用了，我是来谈事儿的，不是来品茶的。别呀，事儿得谈，这茶也得品啊，是不是？什么时候结婚？
怎么，想给我当伴娘？我就是想替你评估一下，看你还有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跟进我的项目。哎呀，吴总，你这事儿吧，我想来想去，还真不敢给你夸这海口。要不你找别人吧，我干不了。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说实话，我对东方厂呢也是有感情的，真下不去手。再有，我爸呢是东方厂的厂长，我让人戳脊梁骨的话没关系，我不能把我爸拖下水，你说是吧？好像你爸现在已经不是厂长。可他以前是。宋建国，你可以给我10个不做的理由，可你偏偏给了我一个最烂的理由。当年那个拉着我从2楼跳下去的宋建国哪儿去了？那个天不怕地不怕跟我玩起地下招标的宋建国哪儿去了？你以为你现在拿出宁州市最好的菜、最好的茶来款待我，就可以赢得我的尊重？你错了，你这样只能让我看清楚你的格局。母鸡的最高理想不过就是为了一把糠。是，您现在混得不错，公司上正轨了，1年几10万挣着，车也买了，虽说不是什么好车，反正是马马虎虎开着。老婆也找了，据听说还是宁州市的第1大蜜。估计您过不了多久就该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吧？还有什么？这就是你宋建国想要的人生。宁州的天有多大，你宋建国的心就有多大，你就是只井底蛙。可是我吴婷婷不一样，我注定是要做一番大事情的。我之所以来找你，是因为我看得起你，把你当朋友。你不做没关系，丝毫影响不了我的项目。可是你不一样，你一旦失去这个机会，你充其量就是个2道贩子。像你们这种小作坊公司，大风大浪一来，死倒一大片。可是房地产公司不一样，进进出出上千万、上亿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舞台？我想你连想象都想象不到。你先喝口咖啡润润嗓子吧。谢谢吴总给我上了这么深刻的一课，我受益匪浅。我上课是要收费的，你还没资格听。我再坐会儿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我问你话呢。我偷听呢。怎么着啊？不是打算摩拳擦掌的跟他大干一场吗？怎么又临阵退缩了？在商场上，你要想卖个好价钱，就得在你的商品上贴上俩字儿：不卖。还真想把自己当商品给卖了。小爷我卖艺不卖身，放心吧，他迟早得回来找我。这么有自信？东方厂的拆迁项目，我宋建国不干，全宁州没有第2个人敢碰。你还真以为离开了你，这地球就不转了？不信咱就走着瞧。
了吧？长青哥，长青哥，阿姨来了，阿姨来了。儿子，儿子。妈，我是想你吗？让我看看你。你说你这孩子出来了，怎么也不回家呀？我来看你还要偷偷摸摸的。不知道，你爸这2天血压蹭蹭的往上冒啊，吃降压药都压不下去。我连说话都不敢跟他大声说，生怕他情绪一激动，那血压又往上冒。孩子，回家吧。这怎么说，也是一家人嘛。这大段骨头还连着筋呢。你是不知道啊，这些年，你爸天天捧着你的照片看，知道你要回来了，你的屋子全是他收拾的。孩子，你爸最心疼的就是你。最让他失望的就是我没脸见你们。妈走了，照顾好自己啊。你慢点。陈姐，阿姨跟你说2句话。你说。啊，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。我们家长青现在这身份，给你添麻烦了。阿姨，瞧您说的，小雨是我的好朋友，长青哥也是我的好朋友。我了解他，他是好人，照顾他是我应该做的。阿姨，谢谢你。这就是你的公司啊？对啊，这
这层楼我租了一半。说实话，我上次对你印象很差，但我还是请你来了。为什么呀？你的灵魂需要拯救，有的人有天赋、有能力，可能自己不知道，需要启发。我今儿没带多少钱呢。什么意思？你上课不是要收费吗？长青哥啊，一人不喝酒，两人不看牌，来，我陪你喝。长青哥，你别这样。没事，死不了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在里面也是一个人过来的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长青哥，你得理解小雨有小雨的难处。理解，理解，理解万岁。你说，如果小雨没遇到我，会怎么样？没有如果，不是说你想遇到谁就能遇到谁的，这都是命，都是缘分，逃不掉的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他现在应该还在跳舞，而且已经跳到北京，跳到人民大会堂了，就不会像现在这样，就窝在一个群艺馆里委曲求全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他肯定比现在过得幸福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当初就不会死。长青哥，你不能这么钻牛角尖儿，你这样是没有结果的。你得向前看，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向前看。但前方在哪儿啊？我看不见。我这辈子可能就只剩下回忆了。
山外有山，楼外有楼啊！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他吴婷婷还真是个办大事儿的人。南京曲老板那批货已经发出去好几天了啊，现在也没回信。有空的时候你打电话问问。哎，你知道吴婷婷把她的办事处设在哪儿了吗？电饭煲的钱我付过了，好话说尽，人家就便宜2000块钱。设在了宁州大饭店的顶层，他一下包了半层楼，那气派，那气派就把您给镇住了，欠点出息。人这一辈子呀，就那么关键的几步，看你怎么走，啊。当挑战来临的时候呢，你可以选择守着这1亩3分地不动窝，也可以选择正面接受挑战，结果肯定不一样。说到底，格局决定结局。吴婷婷说的吧？我人一过去，立马就是一副总，主要负责东方机械厂的拆迁项目。动心了？往下。我还没吃晚饭呢，南门吃烤串去。等等我。回城，咱们3个人在灯塔边上又唱又跳。我朗诵的是那首《水库放歌》，你唱的是《万泉河水》。你能再唱一遍吗？万泉河水清又清，我便斗笠送公君。你约我出来，
我还是挺意外的。咱们谈什么呢？谈生意，还是谈宋建国？你说呢？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：男人的斗志是女人激发出来的。什么样的女人，成就什么样的男人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。冒犯了也没关系，我就是一个居家过日子的小女人，我不在乎我的男人有没有斗志，只要他爱我就行。宋建国很爱我，我们很幸福。真是让人羡慕啊！可是什么叫幸福？猫的幸福就是能吃上一条鱼，可是猫却不会游泳。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矛盾啊？其实有的人也是这样的，一直在追求着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以为那就叫幸福。宋建国是鱼，可我不是猫，我是水。鱼是离不开水的，离开了水，鱼就会死。咱们这么聊天真是有意思，应该让宋建国来听听。他不用听，他就是这么想的。那这么说，宋建国不来我这儿当副总，是因为你？我的男人是不会给别的女人打工的。既然是这样，你约我出来聊天，那就纯粹是浪费时间。可是，你们可以合作。合作？你的意思是让宋建国来我们公司当一把手吗？那你可以去问问他呀，有多大的脑袋，能不能顶得起那么大的帽子？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。你太放肆了！你现在要搞清楚，是我在给宋建国机会。我让宋建国给我当副手，那是我瞧得起他。可离了宋建国，恐怕东方厂你连一块砖都拆不走。喂，宋建国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要是没胆量接这个活，你直接说话。你找个女人出面替你谈，算怎么回事啊？什么叫你宋建国从来没给人家当过副手？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东方厂没开除你之前，你也就是个小小的供销科副科长。你狂啊！没想到你的女人比你更狂。哎，这一点你俩倒是挺般配的嘛。唐小姐找你去了。行了吧，宋建国，你少在这儿给我唱双簧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谁呀？我来。啊，程杰，怎么了？小雨呢？里屋呢？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，您忙您的。啊，跟我去见长青哥。那你给我个理由，为什么不肯去见长青哥？这件事你别管。只要你说出一个理由来说服我，那我就不管。实话告诉你，从他出狱的那天起，我就跟他没有关系了。
你说什么？跟他没关系了？既然你要跟他断，为什么入狱前不跟他断？这么多年你们俩都熬过来了，你现在要断，我不明白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。过去我总认为，恋爱是2个人的事儿，与别人无关。只要2个人情投意合，全世界的人反对都没关系。我错了。爱情就像一把火，既能灼伤自己，也会给别人带来灾难和伤害，尤其是自己的亲人。这些话你明白吗？我不明白，我也不想明白。以前你那么勇敢，可以为爱情奋不顾身，我羡慕你，并且敬佩你。可是你看看你现在，你像个什么样子？你的样子就像个逃兵，像个懦夫，我瞧不起你。我不管你受了多少伤害，我就问你，长青哥为你做了这么多年了，够不够？够不够？你别说了，说完了吗？可以走了。请你转告他，是我对不起他，让他把我忘了吧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到底跟不跟我去见长青哥？如果你现在不跟我去，那这辈子你都别想再见到他了。他要走了。我跟吴婷婷的事儿，你能不能不管？谁呀？谁和吴婷婷啊？我怎么听着那么酸呢？行了啊，别阴阳怪气的。你是我男人，你的事儿我必须得管。看看你那小肚鸡肠的样儿，再好的鸡蛋也架不住苍蝇叮，叮久了就变成一臭鸡蛋了。你是铁了心的要把这事儿给搅黄了是吧？没有啊，我跟他说了，你们可以合作，但你不能给他当副手，答应就干，不答应拉倒。别打扰他们。程姐，我觉得咱们俩挺像的，都是电灯泡。是啊，我是电灯泡，因为我身边看到的都是美好和纯真，我感受到的都是温暖和善良，所以我愿意当这个电灯泡，点燃自己，照亮别人。可是你不一样。我怎么不一样？明知道人家2个人相亲相爱，还生插一腿，我觉得这样起码不道德。我怎么不道德了？我喜欢一个人，爱一个人，我就有追求他的权利啊。什么叫生插一腿啊？我听从我内心的召唤，这有错吗？怎么叫不道德啊？不喝。那你喝。你不该来。
事时，我们也夫妻相称。那个时候你为什么没要？为什么呀？我本来就是你的女人了，你要了我吧？别这样，别这样，行不行？别这样，别这样，行不行？小雨啊！我知道我欠你，我现在还给你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宁愿做一辈子牢。王金哥，我每天都在盼着你回来，可我又害怕你回来，因为你回来的那一天，就是我永远失去你的日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我妈妈临终前，我发过誓，我要永远离开你，我必须得兑现这个承诺，我没有办法。我也发过誓，我要用一生守候你，非你不娶。我知道，我遇上你，是我这一辈子最快乐、最幸福的事。我现在没有什么奢望，只求你能够留下来。我求你了。没有了你的爱，我留在这还有什么意义？那你告诉我，我要怎么做你才肯留下？你什么都不用做，我会像以前一样追求你。不可能了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，除非你嫁给别人。啊，你愿意娶我吗？什么？我问你愿不愿意娶我？当然。那就抓紧准备婚礼。
唐小雪，我就是去了趟南京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我把公司卖了，连这房子都转租出去了，我什么都没留下，就剩下这块牌子。你不是要跟吴婷婷大干一场吗？干！你去成立一家房地产公司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国雪地产。这样你跟吴婷婷就不是雇佣关系了，你们平起平坐。我说过，我的男人不给别人当副手，要当就当老板。卖公司的钱一分不少，全在这里面，286万4千。我了解过，房地产公司是有门槛的，注册资金起码300万。宋建国，恭喜你，你现在已经是国雪地产的老板了。去跟吴婷婷谈吧，把东方厂的拆迁项目给承包下来。你这个女人能翻天呐！哈哈哈哈哈！你要不介意啊，以后就跟我们一块儿住，洗衣服、做饭、擦桌子、蹲地，我都会。您给我一机会，我做脚拿手的，您给品鉴品鉴。哟，真没想到啊，将军的儿子什么都会做啊！打小，我爸就对我要求特别严，自己能做的事情不许麻烦别人。我也是被逼的，所以啊，我一直自理能力就挺强的。好好，要不怎么说家教好呢？被逼的，被逼的。对了，郑宇，去阳台上给我摘瓣蒜来。哎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，他好像大松树冬夏常青。他说他不怕风吹和雨打风风。妈，你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啊，做什么好吃的呢？楼下都闻见香味儿了。就你嘴馋，哎，今天你可不是主角啊！我这菜啊是做给别人吃的。怎么的？今儿有客人呢？郑宇啊，蒜摘好了没有啊？来了。哎，来。怎么的？穿花布塔串门，你不拿自己当外人啊？正式编外转账了，一家人。小雪，等着，吃好吃的。我来。哎，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革命成功了呗。姐，铁树真开花了啊？啊？哎，你跟我说说，你跟那个裘正宇什么时候从量变到质变的呀？
早晚得嫁，要不真成老姑娘了。你不会盼着我永远待在家里，一辈子嫁不出去吧？有些事盼着它发生，可真来了，心里又觉得别扭。小雪，宋建国有办法，要不你跟他说说，让他给他哥找份工作吧。宋长青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又轴又清高，你写诗的，高不成低不就，他能干什么呀？你们两个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以后他的事你就别再管了。你现在这一步走对了。长青他刚回来，好多事不太适应，得有人帮他。他弟不帮他，谁帮他呀？他弟是他弟，你是你。你既然都已经跟裘正宇好了，以后就别再胡思乱想了。咱们一起庆贺一下吧。来，吃饭以前，我先宣布个事儿。我现在正式宣布，小雨和郑宇的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我开心，老唐也开心。别愣着了，呱唧呱唧吧。对呀，鼓掌庆祝一下，快呀！行啊，你裘正宇，千年的媳妇熬成婆，追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把我姐给追到手了。恭喜你啊！恭喜你们两个终于修成正果。啊，谢谢你的祝福。就你话多呀。来一段获奖感言吧。我这人不会说话，坐着不会说就站起来说。啊，那我就说说。这么些年，我对小雨的感情一直是埋在心底的。今天能够先吃饭吧。哦，讨厌你！哎，说，接着说。好，不说也罢，不说也罢啊。哎呀，郑宇对我们小雨的好，点点滴滴我都记着呢。这人呐，活的就是个实在，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靠不住。现在啊，我把小雨正式交给你，我这颗心啊，落地了。您放心，有我呢。妈，您说完了，我们吃饭吧。对，饿死了，赶紧吃。我的事儿还没说完呢。
行。再过2个多月就是元旦了，小雨、郑宇，你们抓紧点啊！该领证的领证，该拍照的拍照，争取在元旦那一天和小雪建国啊一起把婚事给办了。哎，我就是要我的2个女儿同一天出嫁。我周丽萍憋屈了大半辈子了，也该扬眉吐气一回了。妈，说姐的事儿说得正高兴，怎么又绕到我身上了？怎么？我说错了吗？你们不是说好了元旦结婚的吗？没错没错，俺妈说的没错。什么没错呀？这说什么呀？不说好了跟妈说这事儿的吗？不是实话。妈，我们刚接了个大项目，这婚元旦是接不成了，得往后放放。又往后推？不行。您不知道，这是一个即将改写宁州历史的大项目，就这节骨眼上，甭说结婚了，什么事儿都得给他让道。什么项目？宋建国，哎，是你的主意吧？跟他没关系，是我的主意。没问你。什么意思啊，宋建国？我们小雪给你们宋家白当了好几年的媳妇儿，名不正言不顺的，还想让她跟你不明不白的这么耗下去啊？是不是等哪天耗腻了，你就一脚把她给踹了呀？哎呦妈，我是那样的人吗？我看像。行，冲您这句话，我们俩明天就把事儿给办了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就去给宁州饭店打电话，我把那最大的包间先定下来。干嘛去啊你？回来！妈，你能不能别操心我的事儿了？我和建国趁着年轻，就想在事业上再拼一把。您说这结婚早一天结晚一天结，不过就是走个形式嘛。唐小雪，我告诉你，这老话怎么说来着？久赌必输，久恋必苦。再这么拖下去，吃亏的是你自己。别说我事先没跟你打招呼。妈，您累不累呀？我都多大一人了，您还老操心我的事儿，逼完我姐又来逼我，有意思吗？我逼你了吗？我逼过你吗？啊！我要是逼过你，你们俩能好成吗？我要是逼你了，能让你把孩子打掉吗？能让你辞掉护士的工作，跟着他下海经商？哼！我要是逼你了，我能睁只眼闭只眼的看着你们不清不白的同居了那么多年啊！是，我知道我做什么事都入不了您的眼，爱谁谁，婚姻的事我做主，我什么时候想接我什么时候接，谁都管不着。大不了我跟宋建国我们同居一辈子，我乐意。哎，怎么说话呢你啊？给我站住！这妈，是妈不懂事儿。您别生气了。其实建国对小雪一直都很好。建国我了解，是个负责任的人。他是个什么人，我清楚。郑宇，啊，吃饭吧。小雨，吃。差不多了吧？跟自己亲妈，你至于？再说了，你妈是难得高兴一回，你就不能顺着她？要我说呢，不就是结婚吗？一张纸的事儿啊，咱接。开车。哪儿去？我说去哪儿就去哪儿。
心里不痛快吧？其实这事儿特简单，咱们呢把别的事儿都放下，先把婚结了。不行，我不想拖你的后腿，我不想让别人看不起你，说你是老婆孩子热炕头。这样的话，将来你会埋怨我，我也会后悔。建国，记得你对我发过的誓吗？你说要把这座城市当做礼物送给我。你也说过，如果我做不到，就不会做你唐小雪的男人。你能做到，我相信。这边你点的咖啡，谢谢。谢谢。请慢用。加点糖吧。啊，谢谢，不加。我喜欢喝苦咖啡。我也是，我也不喜欢喝甜的，老觉得喝了甜的嘴里会发酸。我穿成这样去见你父亲，没问题吧？当然没问题了。我爸是个老军人，不喜欢花哨，你穿的素净点，他高兴。那个，这些礼物行吗？当然可以啊，礼物就是份心意，心意到了就行。再说家里什么都不缺。上次你爸介绍我去群艺馆工作，我还没有当面谢谢你爸呢。你怎么还你爸你爸的呀？得改口，叫爸。小雨，最近我老有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，我总在问自己一个问题：这一切是真的吗？你说人是不是在幸福突然降临的时候，都会这样想啊？邱正宇，啊，我没你想的那么好。小雨，你怎么会这么说呢？你是不是还没有做好准备嫁给我？如果要没准备好，我可以等，都等了这么久了，真的没关系。我准备好了。小玉，你真的能忘了长青哥吗？我已经答应嫁给你了，从今往后，我跟宋长青没关系了。还有个问题，我不知道该不该问。你问吧。你跟长青哥之间有没有那个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就你们俩有没有那样？我是说，
你还是不是处女？小雨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我可以向天发誓，不管你是什么样，我都爱你，我都要娶你，真的。你别生气啊，我也许不该问。陈正宇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是清白的。我跟宋长青之间没有你说的那种事。对不起，我不该问。你还有什么要问的？